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几个看似不可思议，却真实发生过，足以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做局故事。故事里有权谋诡计，有尔虞我诈，看似是在历史长河中演绎的各种人性百态，但其实更像一面照妖镜，让我们得以窥见人心的种种面目。今天将带你认识几个让人拍案叫绝的成功做局案例。每个局都藏着做人做事的大道理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，领悟其中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5个精彩的局，看看先贤们是如何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的。一笑倾城局，以红颜做局，让男性无法拒绝的一场阳谋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有这样一个词，红颜祸水。是什么时候红颜被比作为祸水的呢？这大概要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，因为从古至今没有谁能逃过这个一笑倾城局，无数英雄豪杰、帝王将相因此落得一个身死国灭的下场。作为男性，一旦入局，如果不能及时悬崖勒马，必定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早在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，美国针对韩国和日本就利用了这手段做局，让他们的民族和国家丧失战斗力，影响深远，甚至一度波及到我们。在古代，一笑倾城的案例不胜枚举，比如用幽王围博美人一笑，烽火戏诸侯，导致西周覆灭。三国吕布因为貂蝉身体不适，执意照顾，错过了战机，最终被曹操所擒，最后身首异处。有一句诗说得好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唐朝皇帝李隆基色令智昏，宠幸杨玉环，沉迷美色，导致引发安史之乱，大唐由盛转衰。夏朝亡于妹喜，商朝亡于妲己，西周亡于衰嗣，唐朝亡于杨玉环。自古以来，凡是沉迷女色的帝王，无一不是落得杀身殒命的下场。由此可见，女性的审美观决定了男性的价值观。为了博取红颜一笑，无数男性便会争相讨好。所以，控制了女性的审美观，就等于是控制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三观。俞敏洪曾经说过几句被喷的话：如果女生找男朋友的标准是会不会背古诗，那所有男性都会去熟读唐诗；如果女生选男友的标准是这个男人有没有钱，那所有男人就会不择手段，拼了命去赚钱。不管你是什么地位、什么身份、什么工作，只要你是男性，只要你性取向正常，都逃不过这个局。这便是一笑倾城局的底层逻辑和做局思维。当年美国虽然控制了日本，但忌惮日本的武士道精神，害怕他们死灰复燃，于是就想了个办法，做了一个局，收购了一家娱乐公司，通过传递娱乐资讯来给日本的女性洗脑，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的三观，力捧那些留着长发、身材瘦弱、长相中性的男人为偶像。很快在日本就掀起了这样的一股潮流，不伦不类的审美从此诞生。而且这一潮流还传到了韩国，男人们开始浓妆艳抹，打扮得比女性还漂亮。这种以男做女的文化甚至渐渐蔓延整个亚洲。再反观美国，他们推崇的是什么审美？强壮、健硕、高大、威武，能给女性安全感的硬汉猛男形象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亚洲很多男性都陷入了这个局中，无法自拔。他们主动迎合女性，按照他们的三观来活，毫无自我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要知道，女性慕强，迎合本就是一种示弱，他们又怎么可能喜欢呢？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纯爱战士掏空钱包也无法获取女性芳心的原因。反观渣男海王们，无论怎么玩，都有无数女性前赴后继的主动送上门。所谓的一笑倾城局之所以能成，关键取决于以下2点：一、利用男性贪图美色的特点，只要是正常男性都喜欢漂亮性感的美女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做局者恰好利用这个人性的弱点来达到影响甚至控制男性的目的。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加理智，要想直接控制他们难度太大，所以只能根据他们的弱点来做局。既然为了红颜知己什么都愿意做，
那事情就很好办了。2. 以女控男，男性深受女性的影响，做局者只需要影响女性的三观即可。比如，当今社会无数的资本为了赚钱，把爱情和节日、商品所捆绑，通过爱情来做营销，一个根本不值钱的石头，被吹捧成一生只爱一人，只送一颗钻戒。以前只有一个七夕，算是情人节，如今恨不得每个月都是情人节，这样他们的商品才能卖得动，才能大肆搜刮财富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想尽各种噱头来绑架爱情，绑架女性，影响他们的三观，然后以此来控制男性这个群体。所以这些做局者能在背后大赚特赚，最后资本家富了，女性享受了，男性被搜刮了。而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就是男性，他们的财富占据了绝大多数。这样的一个局便可轻而易举让他们拼命地干活赚钱，做局者则是坐享其成。不得不说，此局太真实。2. 引魂暗化局，这个局阴险到什么地步呢？布局者可以悄无声息控制你的大脑，操控你的心智，而达到他的目的。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掉进了对方的陷阱。在明朝时期，有一个商人到了一个县里面考察市场，想做点投资。当地的经济形势不错，于是他就买通了当地的县令，开了一个特别大的青楼。但是开业之后，发现青楼的生意并不好，呈现亏本的状态。于是商人十分不解，为什么大家都很有钱，但就是不消费呢？按道理说，人一旦有了钱，就会想办法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，可事实偏偏相反。于是商人走街串巷，开始调查情况，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，他发现这个城市不仅经济发达，而且民风淳朴，大家都很自律，很有道德观念。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，大家勤俭持家，爱妻子，爱家庭，有素养，所以大家根本不会去青楼那种地方，反而谁去了还会被看不起。商人了解了之后，十分感慨，自己没有做好调查就草率的投资，的确不该。但投都投了，总不能直接丢了吧？于是商人想了一个办法，安排手下去外地买了很多的那种男欢女爱的情感书籍，并且让他们四处去售卖，半卖半送。百姓们出于好奇，而且价格不贵，就想了解了解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这种书籍，很快在整个县城里面都蔓延了开来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刚开始只是好奇，后来就慢慢开始着迷，甚至幻想，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体验。发现自己所住的县城就有一家青楼，那怎么可能克制得住呢？慢慢的，去的人越来越多，青楼的生意也越来越好，商人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就是引魂暗化局的由来。此举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通过潜移默化来影响人的观念和思想，然后加以控制。此局要想成，最关键在于以下3个节点。1. 文化入侵。举个例子，钻石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个石头，而且地球上产量丰富，根本不值什么钱。但是为什么依旧有那么多人追求呢？甚至愿意花远超它价值的钱去买呢？因为这个行业的布局者把钻石和爱情进行了捆绑。他们宣扬男人给女人买钻石，代表了爱情至死不渝。出于对自己爱情的向往和期待，女人能不要吗？当然会竭尽全力要求自己的对象去买。但实际上，它就是一颗石头，还不如黄金值钱。再比如，国外的各种节日以及风俗习惯，对我们的影响逐渐从保守到开放，甚至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。大家慢慢的都开始过洋节，这就是文化的入侵，思想和观念被同化的最好表现。一旦当这种文化侵入大脑，就会影响我们的决定和言行。所以，看似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，是你的想法，但实际上是别人控制的。好比把人当成一个软件，文化是软件背后的代码。文化入侵就是别人悄无声息地改写了你的代码，是不是细思极恐？2. 文化诱导。一般引魂暗化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我们普通人经常身处此局而不自知。如果不是布局者宣扬求婚要钻戒，
钻戒代表忠贞不渝的爱情，谁会傻乎乎的去花几十万买个石头？黄金难道不香吗？这都是多年文化入侵潜移默化所影响的结果，已经根深蒂固了。文化的入侵十分漫长，可一旦植入到了一定的深度，那么布局者就可以通过文化来操控你，而且你还茫然不知。3. 文化同化，最终隐浑暗化局的目的就是消除当地原有的敌对文化，塑造符合自己利益的文化观念和信仰。怎么能更好地控制局中的人，便去传播什么样的文化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不想被人控制，不想沦为局中人，那你一定要勇于说不，活出自己不一样的风采。与众不同的你不是异类，而是最自信的逆行者。3段路修罗局，犹太人发家致富的黑手段，看完如醍醐灌顶。这个局被称为江湖上第一赚钱之道，是最顶级的做局手法。在过去200年，犹太人靠着此局发家致富。在宋朝年间，国力孱弱，大辽西夏频繁侵扰，商队众多，土匪横行，镖局是最火爆的行当，因为一本万利，押镖的价格非常贵，最高时甚至占据了标金的30%。看到如此丰厚的利润，许多武林高手也加入了押镖的队伍，导致土匪损失惨重。于是聪明的土匪也开始转行，开启了镖局，不仅安全名声好，而且还赚钱。开镖局的人越来越多，土匪没了，镖局的生意自然受到打击，官府却乐见其成。因为土匪也变成了纳税人，而且管辖的地盘上四海升平，没有匪患，赚了业绩。由此可见，短路修罗局的核心就是制造问题，然后激化矛盾，再解决问题，从中赚取利润。举个例子，过去20年没有房子、车子、钻戒，大家还不一样结婚生子过日子，为什么20年却不行呢？这20内卖房子、卖车子、卖钻戒的人有多少发家致富？他们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消费者却被套牢了。100多年前，欧洲的犹太人大肆敛财，他们囤积物资，人为的制造饥荒，哄抬物价。一个面包要50万马克，而犹太人真正敛财的手段是高利息的贷款。为了买一个面包，要付出10年的收入，要辛辛苦苦当10年的苦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在2战后，犹太人逃亡到美国继续敛财。他们创造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，然后大肆的收割全球财富。因为他们布了一个世界大局，只要在美元的金融体系里面，都会被收割。但是历史上这些布局敛财过于极端的人，往往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宋朝的土匪被官兵剿灭了，欧洲哄抬物价的犹太人被就地处决，推崇不买房不结婚，忽悠丈母娘的房地产公司债台高筑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当人被压迫和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他们一无所有，便会奋起反抗，想办法摆脱这个局，抽身而出。俗话说得好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过于贪婪的人往往会玩火自焚。断路修罗局虽然是最佳的敛财之道，但是也要把握好尺度。要想此局大成，必须抓好以下这3个节点。1. 制造问题，问题就是需求，只有有了需求，才有赚钱的机会。商队经常被土匪拦路抢劫，导致损失大量的货物和钱财，甚至伤及性命。如果商人不想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，不愿意被伤害，那就必须请人保驾护航。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满足商人们的需求，镖局应运而生。犹太人赚钱也是同样的路子，他们故意囤积物资，让市场上出现物资匮乏的情况，民众们根本吃不饱，从而增强他们对食物的需求，以此来制造问题，抛下诱饵，把所有人引入局中。2. 激化矛盾。接下来犹太人开始哄抬物价，原本一个面包只要2块钱，可由于供不应求，大家都抢着要，价格飙升到几十万一个。而且就这，还是你爱买不买，你不买自然有别人买，人没有吃的，要再多钱也没用。所以为了填饱肚子，面包不管有多昂贵，价格不管有多不合理，民众们都会去买单。但民众们的金钱是有限的，等用完的时候就只能继续饿肚子。接下来
就是断路修罗局的最终目的。3. 解决问题，虽然能帮你解决问题，但你必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犹太人炒出50万马克一个的面包，其目的就是让其他民众贷款去消费，没钱没关系，只要当10年的免费劳动力就行。一个面包就能剥夺你10年的未来所创造的收入全都被对方拿走，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看似是解决了需求，但实际上就是把压榨做到了极限。通过做局，犹太人敛财无数，自己躺着赚钱，每天数不尽的财富入账，下面的人则成为了免费的劳动力，为了还债，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拼命的工作，像机器一样毫无止境。如果没有人来出手打破此局，他们永远只能被困局中，毫无希望，也没有未来。总的来说，断路修罗局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的敛财套路，只要你能把局做成，必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4欲生还死局，范仲淹釜底抽薪，用富商的钱赈济灾民，此乃千古第一阳谋。入局者被坑得分文不剩，还对做局者感恩戴德。公元1050年，范仲淹入主杭州，恰巧碰上饥荒年，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在这个需要大家携手共度难关的时候，杭州本地的富商成立了一个粮商联盟，原本60文一斗的粮食，现在直接炒到了120文一斗。范仲淹见此情形，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因为就算官府开放粮仓，也救不了这么多的百姓。一旦粮商们知道官府没有了余粮，粮食的价格会涨得更高。在深思熟虑之后，范仲淹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决定布一个大局。第二天，范仲淹以150文一斗的价格向粮商购买粮食，粮商眼看有钱赚，自然乐意，还顺势抬高了价格。老百姓不明所以，纷纷大骂范仲淹，说他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。范仲淹不理会百姓的误解，继续收购粮食。很快，消息传遍全国，为了赚取暴利，全国的粮商都开始把粮食运到杭州，想要趁机捞一笔。等到运粮传来的足够多以后，范仲淹直接开放粮仓，发放免费的粮食赈灾。这一操作导致杭州的粮食开始暴跌，而且码头上的粮食堆积如山，如果重新装运，重新拉回去，将会血本无归。于是为了减少损失，大家争先恐后的抛售粮食，这才稳住了粮价。你可能认为这就已经很牛了，但接下来的一步你更想不到。范仲淹解决了大家吃饱肚子的问题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稳定民生，让大家有活干，有饭吃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。于是他又布了一个局。范仲淹把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召集起来，吃喝玩乐，午休县衙，重修耿着，还说服富商们纵情的享乐，举办各种比赛、唱戏等娱乐活动。范仲淹深知，如果自己提倡节俭，富人不敢消费，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惨。毕竟绝大部分财富都掌控在富人手中，只有他们消费才能创造内需，制造机会和工作岗位。所以富豪挥金如土，老百姓便可养活自己。范仲淹的辖区每天都有好几万的灾民从事饮食、贸易、工匠的工作。虽然灾民持续了好几年，但是整个江浙地区只有杭州安然度过此次难关。范仲淹所作此局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最精髓的关键在于以下2点：一、欲擒故纵。范仲淹为了让粮价回归正常，赈济灾民，先是抛下诱饵，高价格收购粮食。此举就是引当地的粮商和全国各地的商人入局。原本1斗粮食只需要60文钱，现在需要150文，谁能抵挡住暴利的诱惑？商人本就逐利，眼看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，必定会争先恐后的去抢这块蛋糕。等到时机成熟，入局的人足够多了之后，再挑起竞争，以此来压低粮价。此举便是欲擒故纵，让商人们内斗，百姓才能从中得利。2. 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粮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，让老百姓们暂时得以救命。但如果想顺利度过灾荒，避免发生饿殍遍野和暴乱的情形，还必须要有更加长远的规划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自给自足。毕竟
一味靠别人来施舍，并不是长久之计。最好的办法便是给老百姓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。有了工作，他们才能养活自己，养活一家老小。百姓们安居乐业，没有生存问题，自然就不会产生暴动的想法。范仲淹设的第二局，表面是和富商们吃喝玩乐，给他们各种特权，享受各种福利待遇，实则是想通过让他们花钱来创造就业机会。只有让这极少数人手中的财富回归社会，老百姓才有更大更好的生存空间。这一手法可谓是一举两得，一富商得名得利，商人们在范仲淹的支持下大搞基础建设，不仅能得名，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利。商人们花钱举办各种活动赛事，很大程度也是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。二，老百姓得实惠，富商们大肆花钱干事业，老百姓得到了更多工作的机会，可以赚钱养家，促进社会的安定。说到底，就是范仲淹此局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良性循环，让局中所有人都有利可图，自然大家都愿意，都高兴。总的来说，作为控局者，范仲淹以退为进的手段，不得不说确实高明。五条官为公局，一生只能用一次的成功手段，吕布是反面教材，这是一个非常邪门的局。据说每个人一生只能用一次，否则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吧？三国第一猛将吕布就是因为多用了几次，结果身首异处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刘备一个知悉范吕之辈，却能在乱世之中奏起五虎上将和卧龙凤雏。能做到这一步，不得不说刘备手段的高明。他之所以能在乱世之中崛起，与其自称汉皇后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只要有第一个人相信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。其实刘备手下的那些猛将谋士并不傻，他们也知道皇族身份经不起推敲，但依然选择相信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只要坐实了刘备皇族后裔的身份，他们便师出有名，让天下人都无法诟病。清朝年间，有一个中年人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，名叫洪秀全，成立了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。然而就是这么荒谬的谎言，却依旧有人深信不疑，信徒越来越多。最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全国近1亿人口的丧失，是一战和二战伤亡的总和。这一场浩劫全都是因为洪秀全吹了一个无比荒诞的牛，就是这么令人难以置信。其实从上述的例子中，我们就不难看出来，认对了一个好主子是多么关键。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挑官为公局，其底层逻辑便是认爹。但是认爹有2种方式：一，冠名。什么是冠名？意思就是借助某些至高无上的名义，比如刘备借助的是汉室皇族的名义，称自己是皇族后代，而洪秀全则称自己上帝之子，更加离谱。虽然如此，但依然有人相信，还号召了一大群人加入自己的阵营。二，认人，意思就是认某一个现有的人来做自己的爹，比如吕布认董卓为义父，从此享受荣华富贵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好不快活。很多年轻人觉得做任何事应该靠自己，不应该卑躬屈膝，为了前程而出卖自己的尊严，违背自己的内心。但实际上，当今社会很多好的资源都掌控在老一辈人手中，如果你不找到一个好的引路人，那你的起点就会比别人低，未来的成就自然也会不如别人。举个例子，岳云鹏如果不拜郭德纲为师，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？小沈阳如果没有赵本山的提携，他能在春晚的舞台上一炮而红吗？自古以来，任何人的成功都需要贵人相助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即便李嘉诚、王健林、马云都是如此。此局虽好，但一生只能用一次。为什么？主要有以下2点原因：一，任二可耻。如果岳云鹏离开了德云社，又投靠了曹云金，他会怎么样？如果关羽背叛刘备，选择加入曹操的阵营，接受对方的示好，又会怎么样？岳云鹏若是叛出师门，名声会一落千丈，甚至导致整个演艺生涯就算断送，
关羽若是选择投靠曹操，自然也就不会有后世流传的忠义无双关二爷。认爹这件事，你如果只认一个，那说明你为人忠诚，懂得知恩图报，讲情义。可如果你认了一个有一个，谁对你有好处你跟谁，那跟墙头草有什么区别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吕布先是认了丁原为义父，后来又是董卓，再加上他自己还有一个亲爹，所以被笑称为三姓家奴。虽然他是三国第一猛将，但人品不行，做人太没底线，所以后来被曹操所擒。纵使他再怎么爱才，也还是没有选择留下吕布，果断将其诛杀，以绝后患。这就是胡乱认爹，毫无底线和原则的下场。二，任意为忠，做人最不可失的就是忠义，否则会被人瞧不起。要想成大事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导师，帮你指点迷津，开拓人脉，引领方向。在过程中，你一定要表现出尊重、忠诚、感恩，但也不可失去自我，丢掉做人的原则和底线。最好是在忠诚的基础上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独立思考，为未来负责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少走弯路，不遭人唾弃。总而言之，此局要是用好了，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不小的裨益，千万不要忽视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